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越南旅游，你会想要去越南的什么地方？其实越南这个地方，它狭长大概有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它南北狭长非常的长，而且旅游的内容也千变万化。常有朋友问我说，那我第一次去越南，请问我要去了哪里？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简略的大概介绍一下越南。正常来说，你在越南，你必须，如果你第一次要来玩，你必须要先了解你想要来越南的玩什么东西是你所期盼的。它基本上有分成有都市、有古迹、有历史文化，当然也有探险，然后也是有南洋风情，有各式各样的。那我们今天就依序的来大致上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大概介绍一下它整个的越南的风味跟风貌。那我们先从2个大城市开始讲起。那一开始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胡志明市跟河内。那基本上你们坐飞机都是会先到这里。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们第一次来玩的话，胡志明市是一个很好观光的地点，河内也是一样。那我以先熟悉的胡志明市来讲，那胡志明市基本上来说，它白天都是逛一些古迹，到了晚上它就是可以去逛一些它的夜生活。那胡志明市的夜生活非常的丰富，在胡志明市旅游就是4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古迹，然后第2个美食，然后第3血拼，然后第4个夜生活，特别是夜生活非常的丰富。那古迹主要的重点就是红教堂、邮局跟市政中心，还有它的那个总统府。那到了晚上的话，那么它的夜生活就是阮惠步行街，还有范武老街的酒吧街，还有第一郡的日本街，大概这几个是所谓的夜生活主要的重点。当然在阮惠步行街还有观光巴士可以坐。胡志明逛完之后，接下来是往北走，会有它大概90公里的地方会有古之地道，也就是当时越战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产物。古之地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景区啊，也是一个纪念馆，它是需要门票买进去的。然后听说它也可以让你玩 AK-47步枪射击。然后往南走大概约120公里的地方，会有那个头顿海边。那头顿海边有点像台湾的垦丁就是附属，或者像曼谷的帕帕亚就大概就是那样。然后向西走就会有它的水上市场美托水上市场。然后往东走大概200公里的地方，你就会遇到潘切海边。那潘切海边也是一个度假的胜地。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美奈这个地方，它拥有一个跟台湾旭海一样的一个海边沙漠。那这个算是这边的一个很大特色。那基本上它的海岸线也都是跟头顿啊、龙海那一带的海边一样的美丽。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小巴厘岛。再往东一点，大概350公里左右，就是我们讲的遇到了大乐寺。那大乐寺基本上它的样子呢，就是它的地貌环境非常像台湾的清境农场。也有人觉得它像阿里山或清境农场的感觉，只是它是一个城市，统领省的一个省会。大乐寺的标高大概在1500公尺到1800公尺之间。它常年的温度大概都在10几度左右，也就是说它有时候白天可以高到20几度。当地人会说这个地方它一日有3个季节，晚上像冬天，早上的时候像春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像夏天。这个地方大乐寺它的小吃非常有名，然后它也是草莓的产地，所以因为它温度够冷，所以它产了很多草莓。然后继续往东走，也是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芽庄。芽庄这个地方，它也是海岸线，但是它的
海边会跟一般的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当地的海岸线海水比较漂亮与干净，它不像头顿海边的海水比较就是比较浑浊一点，但是出了头顿之后，你再往芽庄的海边，水质会变得相当的干净。然后你到了它，然后最主要它也有潜水的地方，它是我遇过唯一可以让我做那个背气瓶下水潜水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富国岛，那这个它具有越南的巴厘岛之称那个就是几乎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度假胜地，然后它是一个标准的南洋风情，然后它必须要搭飞机，因为它往上走就是柬埔寨，它靠近柬埔寨的那一边，所以你这个行程是一定还要从胡志明再搭飞机转机的一个行程。但是它的海岸线是我见过在南越的部分是最漂亮的，也就是说如果以我的评断，就是富国岛、芽庄，然后最后才是潘切、美赖跟头顿，这些依序往下比的话，大概是这个次序。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中越。中越这个地方我基本上我是分成顺化以北跟顺化以南，我大致上分这2个区域。就是说，因为你要去玩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搭飞机的话，你就是会往顺化以北同海那一带当作是一个机场，然后呢，或者是以岘港为中心，最北大概都到顺化，最南的话就到惠安这一带，那算是你的主要旅游点。那我们先看一下，假如你到了岘港，你可以看得到什么东西？岘港主要的建筑物代表分别是它的龙桥，还有它的粉红教堂，就是它的主要的代表建筑物。那海边的话，就是以它的美西海边。那美西海边有被人家誉为是最漂亮的海滩之一，全世界最美丽海滩，而且它也是白沙海滩。然后就刚好就在岘港的市中心。岘港往南走大概20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叫五行山的地方，然后它是由5座山头所组成，然后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它里面还有一个寺庙是灵隐寺，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健行的地点。然后它在我们往西走大概25公里的地方，你会遇到岘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做巴拿山。那巴拿山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九族花村，因为它最有名的就是一个佛手，然后包括它的缆车，然后主要是看它的那个山区的风景，因为它曾经是一个山庄的度假胜地。岘港往西南走大概40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印度教的一个遗址，我们叫它美山圣地，它也是一个世界遗产。那它曾经有70座的大小建筑物跟庙宇，那因为在越战时间被美军大概摧毁了大概50座左右，目前仅剩20几座。那这个景点我是觉得它很像吴哥窟，但是它比吴哥窟规模还要小很多。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就是由岘港往南走约25公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惠安。那惠安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世界遗产的城市，那我们当地人是叫它惠安。那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漂亮，因为值得你一去再去。它的整个的城市的风貌就有一点很像中国的大理寺的感觉就大理这个地方。那它整个城市中心，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古城，它的美丽的程度，我想应该很多人会在这里流连忘返。那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去过了2-3次。我非常喜欢它这边生活的步调，它脚步非常的缓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慢活，应该算是一个慢活的地方。非常适合我这种个性的人居住在这。
那么它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日本南桥，也就是说在这个景点，也就是你如果拿到越南的纸币的2万块的话，它上面的图画就是跟它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会把它拿在一起拍照。惠安还有一个美食就是高楼面，那当地人跟我说，因为惠安它本身是一个商港，工人工作完以后就喜欢到楼高的地方吃当地的美食，顺便可以看着自己的货物，所以就引而衍生这一个产品的高楼面。岘港往北走大概70公里的地方，我们就会到顺化这个城市。那顺化这个城市，我个人感觉起来，它就相当于一个紫禁城，就是顺化它的古城，也就是它曾经是越南帝王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有他自己的王朝，有他自己的文武百官。那这个地方也就是他们曾经有建国的地方。那所以只是它的整个的皇城的规模只有紫禁城，就是中国大陆紫禁城的1/7大。它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大，但是它至少它是整个城镇里面给人家的感觉，它还是一个古城，也是一个皇城。在顺化古城南边的郊区有一个景点，我们叫它顺化皇陵。那这个地方的景色还蛮优美，它曾经是越南皇帝的陵寝。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蛮优美的，所以很多是旅客必经之路。我们现在把顺化以南的地方大概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顺化以北的景点。那顺化以北以桐海这个地方当做主要的一个出发点。桐海市基本上这个城市能逛的地方并不多，那我之前去了3次，主要都是逛它的夜市跟它的海边。但是它最主要的地方，而是在它西边的这一个洞穴，那这个才是整个旅游的重点。那它第一个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风崖洞，那风崖洞的景色相当的美丽。风崖洞你要先在它的出发点买船票，然后走的大概20分钟之后才会到洞穴里面去。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进到洞穴有让我惊艳到。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洞穴就是天堂洞。天堂洞这个洞穴基本上也算是相当的美丽，只是它是用走路的行程，它需要爬一段山路，完了以后然后才进到路洞。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刚好下雨，所以爬的时候会有点辛苦。然后它跟风崖有点不一样的是，一个是爬山，一个是坐船。剩下的洞穴应该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过去的，除了黑洞以外，你可以穿泳装进去里面探险以外，其他的地方都要跟着旅行团一起去旅游探险的一个洞穴。基本上像合恩洞、山水洞这个等级是高到你没办法想象的。虽然这些洞穴很难进去，可是它的美丽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甚至是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特别是山水洞。我们现在讲一下北越的部分。那北越我们主要是以河内为中心这个旅游点。河内这个地方它不像胡志明市，它具有夜生活那么丰富，但是它一样会有古迹跟一些市政中心可以让你参观。那如果以风景的话，目前就是以环建湖为准。那如果是以市政中心的话，就是巴亭广场这个地方为准，它就也是胡志明市的陵寝。那在它的四周有很多的行政中心，包括胡志明市的故居，或者一些他们的行政国会大楼。那如果是你要逛一些古迹，那它就有神农皇城跟夫子庙。那其他的还有镇国寺，然后还有圣若瑟教堂，也就是河内教堂。再来是火车街。那越南的火车街跟泰国的火车街很像，只是一个是菜市场，一个是
路边的咖啡商店。那它北约也有水木偶表演。那如果以美食的部分，我是觉得就是2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就是所谓的，我认为它2个都是小吃，分别是公鸭还有那个蛋咖啡。河内往东大概150公里的地方就会遇到下龙市，就是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就是下龙湾这个地方。它整个的观光重点是放在百宅这一个区域，那不管它的港口还是指它的缆车，都在百宅这个地方。基本上在下龙湾是要包船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包一条船去游它的下龙湾的景色。那它整个的景色相当的美丽，当然你一条船基本上的费用，我上一次去是400万一艘。那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包了一条船，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景色，那就是20万元的景色。接下来往南大概100公里的地方，你会遇到临平古镇，还有山谷这个地方。那基本上它这2个景点距离约大概才10公里而已，所以你可以放在一起旅游。山谷这个地方跟鹿龙湾很像，那它唯一的差别就是它在游河的时候，它四周是稻田，然后鹿龙湾的话，主要它的时间也游河的时间比较久，大概来回会到2-3个小时，而山谷就比较小一点，比鹿龙湾还小一点，然后大概游河的过程可能就只有1个小时。这一带我们都叫长安名胜群，当地人叫它长安。那我会建议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个3到4天的旅游时间，然后慢慢的体会这一带的那个世界遗产。河内往西北走，大概6个小时的车程，就会遇到我们现在有名的老街、沙巴跟北河这3个地方。老街市是越南跟中国的一个边境城市，当然你到这个景点，它大概会要4个小时的车程，就走高速公路从河内到老街大概要4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你也可以坐火车过去，但是坐火车要8个小时，那它有卧铺可以坐。老街往东走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你就会到北河镇这个地方。那北河它有北河市场，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统市场，当然它也有了它的老街城市，然后它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马肉，这是它的当地的民俗小吃。北河市场是蒙族部落最大的一个特色，1星期只有1次，在星期天才有1次的集会。那么它在市场有贩卖北河犬，在越南它有南富国北河的一种讲法，这算是当地的一个名犬。然后回到老街市往西南方的方向走，大概1个小时的山路就会遇到沙巴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沙巴。沙巴这个地方是一个美丽的商城，它其实我第一次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感觉它非常的像南越的大乐，可是它又多了大乐没有的东西，例如说有它的原住民文化，还有它的最高峰，也是越南的最高峰，就是潘西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感觉整体性相当的具有文化性跟美丽的一个地方。那它有2个特产，一个特产就是鲑鱼跟鲟龙鱼，那另外它还有当地很好的美酒，有它的桃子酒跟李子酒。再来是它的原住民文化，也就是说它这边有几个蒙族部落，那目前最有名的就是猫猫村，这个地点只离沙巴镇大概1-2公里的地方，非常的近。我们大概讲完北中南3个城市这一些地方，基本上虽然没有很完整，没有补齐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附属城市，像肯特、归仁，还有很多像勇士这些城市，虽然我们并没有把它叙述的很多，或者也并没有补齐，那
可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重点的几个旅游的地方大概都讲给大家了解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这次我的个人的经验分享与介绍。